有没有小伙伴，即使没有明显威胁，也曾难以放松或始终感到紧张，身体从未忘记的作者，领先的创伤研究员巴塞尔·范德考克博士解释了身体和大脑是如何受到创伤经历影响，从而导致由正常压力引起的显著不同的症状。如果发现自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努力放松或避免让自己想起痛苦事件的情况，那么考虑到自己可能正经历创伤反应的可能性，而不仅是日常压力，这一点至关重要。话已至此，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几个表明这是创伤反应而不是正常压力的迹象。高度警惕。创伤专家、创伤与康复的作者朱迪斯·赫尔曼博士阐明了一个事实，即高度警惕是经历过创伤的人的一种常见症状。说到高度警惕，有必要理解这是种高度警觉的状态，它可以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总是感到紧张、难以放松或集中注意力，很容易被突然的噪音吓到。通过了解过度警惕和过去创伤经历之间的联系，可以在恢复过程中更好地支持自己或亲人，培养对受创伤影响的人更大的同理心和同情心。侵入性思维或闪回。有没有曾经陷入难以摆脱的思想或记忆循环中，似乎占据了自己的思想？想象一下，你正坐在安静的房间里，突然一个过去创伤事件的画面在脑海中闪现，这种强烈闪回是创伤反应的迹象，超出了典型的压力引起的心理反刍或担忧。对于创伤幸存者来说，与痛苦经历相关的侵入性想法、记忆或闪回做斗争并不罕见。虽然这些想法可能是难以置信的挑战，扰乱集中注意力、睡觉或从事日常活动的能力。记住，还有希望。眼动身心重建疗法 EMDR 疗法医生弗朗辛·夏皮罗向我们再次确认，侵入性思维和闪回是为解决创伤的常见症状。有效的治疗干预措施可以帮助战胜这些经历，在恰当的支持和指导下，可以克服过去的创伤，重新找回幸福感。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很有帮助，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么，继续。回避行为。有没有小伙伴曾经回避某个特定的地方或谈话，担心会引发痛苦的回忆或情绪？走在街上，看到前面有一座熟悉的建筑，就决定绕道而行，避开那个地方，因为它会让自己痛苦地想起过去的创伤事件，还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远离朋友和家人。避免可能引发痛苦回忆的谈话，虽然正常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做出一些回避行为，但与创伤相关的回避往往更为极端和持久，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维持人际关系的能力。创伤专家约翰·布雷尔博士解释说，逃避行为是创伤的常见应对机制，但承认并解决这些行为可以在正确的支持下改善日常工作和关系，从而在生活中获得新的平衡感。侵扰性的梦或噩梦。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与自己创伤经历有关的活生生且痛苦的梦或噩梦？想象一下，本想在平静的夜晚睡个好觉，却被重现自己所忍受的创伤的强烈梦境所困扰。这些鲜活的噩梦会让自己感觉如此真实和可怕，以至于会发抖、害怕睡觉。顶级心理创伤专家朱迪斯·路易斯·赫尔曼医生指出，反复出现的噩梦是创伤幸存者的典型症状，揭示了创伤事件对他们心灵的持久影响。与创伤有关的噩梦会扰乱睡眠，让人感到疲惫和焦虑。这不是普通的噩梦，而是未解创伤的迹象。认识到自己的经历和这些噩梦之间的联系，对于治愈和寻求支持至关重要。情感麻木和分离。有没有曾经感到与自己的情感脱节或无法体验快乐？想象一下自己的生活，感觉就像只是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人类情感所带来的活动，发现很难体验快乐、爱，甚至悲伤，就好像生活在一种情感麻木的状态中。这种情绪麻木是对创伤的一种常见反应。大脑通过关闭某些情绪来保护自己，以应对身体中压倒性的经历。精神病学家贝塞尔·范德科尔克博士强调了创伤是如何影响我们感受和与他人联系的能力的。情感麻木和分离是一种保护措施，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
保持这种状态是不健康的。寻求支持和治疗可以有助于重新发现自己的情绪，过上更丰富、更充实的生活，认识到正常压力和创伤反应之间的差异，对康复至关重要。为了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寻求心理健康专家的帮助是走向康复的重要一步。有了合适的支持，就不再是一个人，在克服这些挑战和增长就成为了可能。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并把这支影片转发给其他可能从中受益的人。下支影片不见不散，记住，你很重要。